这谁能想到武则天这英雄还能进化，不只是魔王啊，有一件装备更能让他产生质变。最近几个大版本改动下来，中路对于法师清线速度的考核越来越严格，同时还要求法师尽可能拥有自保能力和容错，以便减小辅助的保人压力，让队友更侧重去主动开团。于是武则天这种完美符合要求的法师进入玩家视野，先是在去年的数次 KPL 比赛中频频登场，其连续的控制手段和大招的全图视野均是高分局最讨喜的机制，之后更是在路人局拥有了稳定的理想胜率。本以为飞升接近顶峰的他已经有挨刀的风险，结果新赛季无相神器直接让他跌上 T1 神坛，这下玩武则天的玩家都爽了。开大后1、2技能冷却狂飙，4秒6球打得不知天地为何物。不过这英雄也不是全无缺点，毕竟比命还长的技能前腰摆在那里，但我想玩家方面已经知足了。现在的武则天在 T0 沈梦溪之下完全可以占据中路一席之地。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武则天在游戏内的2页出装榜单中有一行非常显眼的黑科技出装顺风杀出，我一开始仅试了2把就发出感叹，不是，这出装太有东西了，不对劲，做的是教学不是答案。接下来我将结合游戏内这套黑科技出装的原作者叶辉老师的经验，授人以渔，向你深度解析武则天到底如何适应版本突破上限。首先要想了解武则天，你就必须了解这英雄的数值特性。王者中绝大多数法师都分2类，一类是数值加成较低的工具人，一类是数值加成较高的大法师。可女帝非常特殊，她恰恰介于2者之间，是一个加成很低的大法师。但是大法师没有数值怎么能行呢？不好意思，女帝的伤害大头确实不在加成上，而是在基础数值上。没错，本就能用技能刷新技能完成自循环的她，哪怕完全没有装备，光靠基础数值也能打出不俗的秒均输出。这就使得这英雄在很早期就有玩家尝试做半肉装，远古版本冰心女帝就已经颇受青睐，半肉形态赖着不死，打你还疼，刺客切进来更是头大。那这个版本的武则天有没有缺点？有，就是做肉装的过程中，你自己会短暂陷入一个强度增长缓慢的真空期。不过相比其带来的收益，这不值一提。后来女帝抛弃冰心，不是因为冰心变弱了，而是更逆天的玩具出现了，那就是23年的破茧和预言。经历过那个版本的玩家一定印象深刻，当时这2件装备被无数玩家称为套装，只要是适配的法师出完后就是输出和生存同时拉满。那这第2春的女帝有没有缺点？也有，就是当时的破茧预言虽然强，可没有冷却，女帝是可以用，但也得先做别的冷却装，爽点有些靠后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破茧重做了。尽管王者很多法师都需要这种能同时拉高生命和法强的法坦装，但现在的破茧门槛太高，想要吃满被动需要3000点额外生命值。PS 初代破茧法穿更高的同时，吃满被动也只需要2500点额外生命。所以并不是破茧不适合武则天了，而是节奏稍微有点拖，有点慢了，跟不上武则天这个英雄前中期强的定位。好在女帝还是凭借2人的数值站上了高峰，并等来了她的新装备。作为观众，你可能有些着急，13你讲一堆武则天的历史改动干嘛呀？兜兜转转又讲回了这个赛季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前面的思路全都串联起来，让你更深刻理解答案。叶辉老师带来的新版本出装正是玩霸流，没错，第2大件就做霸者。现在我们把其中的逻辑全部理清。首先，大家都能理解武则天有一点法坦的底子，做半肉很正常。可这么多肉装，为什么偏偏选择霸者？几个重点原因：一，比起单一抗性，高血量装备更能全面应对现在大量英雄带真伤和混伤的游戏环境。2，现在的中单虽然有经济，但整体爆发力还达不到法和的版本，大多数强势中单都以压血量压状态的方式发挥作用，霸者的续航效果可以很好的起到反制。3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叶辉老师拿出了女帝的旧衣服破茧之一作为第3大件，完善了灯神公式。没错，我们前面分析过，破茧不是太弱了，而是触发满额被动对面板的要求太高了。庆幸的是，霸者可以轻松达成目标。注意听，最关键的点来了，武则天很久没有大改过数值了，霸者也很久没有变动过，为什么之前没人出，现在才说可以出？还是那句话，无相神器改变了一切。还记不记得我前面刚跟你分析的武则天历史版本？早期武则天虽然已经在出半肉装，但并非全无缺点。
而是在做肉装的过程中，成长幅度会放缓。毕竟肉装跟自身加成无关，只是放大容错和机制的手段。一般的肉装是2000金币的价格，霸者更贵，也就意味着做霸者的强度真空期更长。如果在上个赛季尝试做霸者，合成过程中要吃不少亏。然而现在有了无相神器做铺垫，本身面板就完美适配武则天，各方面都不偏科。而且大招后直接按100%扣技能冷却的无相效果，让武则天即使前期没有很多装备，也能打出爆发和连续控制。说人话，无相神器超标的作用覆盖了霸者重装在合成过程中的短板。等霸者做出来，游戏进入中期之后做破解的过程，就真是女帝破茧成蝶的过程。鞋子的选择更不要死板。一辉老师的套装预设是法穿鞋换抵抗，实际上可以在对局中插入冷却鞋随意替换，根据对方阵容和自己的蓝量状态做调整。而一个好的出装一定有非常强大的变通能力，玩霸流的出装在最后空出了2个格子作为变通手段，一般情况下是选择面具提高躯体伤害，以及填入虚无法杖来补充破茧较低的法穿上限。当然在其他情况下你也可以填入梦魇或者辉月等其他更灵活的理解。然后给你们展示夜辉老师的终极巧思，铭文10狩猎10梦魇，中间10回声。你没看错，回声的效果是增加双抗和冷却缩减。这个铭文的数值早在之前就得到过加强，而本身基础数值高加成数值低的武则天确实很适合带回声出门，不仅不影响前期抢线速度，还获得了初始容错和更高的线上换血能力。非常感谢夜辉思路的科研创新，让我有了这次跟大家深入解析武则天出装逻辑的机会。英雄的生命力会因为玩家的探索而无限延长，祝武则天玩家都能上分。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